村民们正打算用一个木质的滑轮飞越眼前的怒江大峡谷，将滑轮套在溜索上，再用绳索将人绑在滑轮上，便可以飞速跨越数百米宽的怒江。如果充当滑轮的木头裂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不仅人要用这种特技般的方式渡河，马儿也不例外。这里是喜马拉雅东部地区，在河水呼啸而过的怒江峡谷两岸，蜿蜒的小路如同从山壁上凿刻出一样。这条艰险的小路上正行走着这样一行骡马商队，他们是往返滇藏的商人。山路崎岖，高度仅容一人通过，没人知道这些路是怎样来的。几千年来，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往来贸易。马队来到一处断崖，这里已经没有了路，他们必须用这条钢索来穿越峡谷。先将钢索拉紧绷直，然后挂上自制的木质滑索，男人便可闲庭信步般地穿越几百米宽的大河。看他们娴熟的手法和淡定的表情，便知道已经用这种方式渡河无数次。人要想过去，还是相对容易的，但眼前这些马儿可不会乖乖配合。领路的头马表现得非常恐惧，几名村民强行将马绑上溜索，让马儿也感受了一回生死急速。划过去的马由村民再接力拉上去。自古以来，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和马丧命在这条溜索上。马队和物资都运送过来后，村民们继续整顿出发。商队一般会选择青草茂盛的地方休息，这样可以让马儿饱餐一顿。51岁的马国图已经在这条道上跑了35年，他是这群人的队长。一路上走哪条路，在哪里休息，销售货物，都要听他的安排。在休息时，他们用腌肉、酥油茶、大麦面混在一起当做主食。此行他们已经长途跋涉了1个半月，他们要返回查瓦龙乡格布村销售带回来的货物，再寻找一种名叫百合草的草药。在休息时，他们要检查马掌上的铁蹄，这是一匹未驯化的白色野马。定马掌时极不配合，他们需要4天更换一次马掌，否则马就会因为囊中起泡不能走路。西藏的虫草、百合草、鹿茸运到云南都可以卖出高价，返程时再带上茶和粮食到附近村子出售。村民们通过这种往来贸易赚取利润。出发前，用人吃的青稞给马喂饱肚子。对于这些伙伴，村民们向来不会亏待他们。现在正值雨季，已经连续下了4天雨，马背上的货物越来越重，马队都到了极限，但他们不能停下来，还需要继续上山，因为山谷里没有可以安全休息的地方。他们此时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落脚点，在一片青草地整顿休息1夜后，新的麻烦让他们不能继续赶路。昨晚放马休息后，有10多匹马没有回来，队里年轻人出去找了一上午，只带回来1匹马。他们推断马群大概是翻过对面山吃草去了，他们不能丢下马不管。在马找回来之前，所有人都会在原地等候，等待3个小时后，跑丢的马终于被找了回来。商队这才再次上路。当海拔越攀越高，马儿开始疲劳，马国图只能不断用食物来鼓励马儿前进。连续翻过多座高山后，商队抵达了此行路过的第1个村子。他们用白醋和红盐同村民交换牦牛酥油。和家乡的物价相比，他们只需要用1半的粮食和盐，就能换来6大块酥油。村民们从雪融化后的5月出发，到返程已经是6月份。步入平原后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在过一处沼泽时，马匹变得暴躁起来。有1匹马就陷在了沼泽中，看似陷得不深，但是已经无法动弹。如果无人救援，这匹马凶多吉少。在5人合力下，马被拉出了泥潭。连续多天的赶路，他们抵达了返程的终点。此时人和马都得以放松下来。卸掉货物的马儿在草地上尽情撒欢。村民们发现有1匹马受了伤，脚踝肿胀。马国图在马腿踝关节处刺了一个口，让脓液得以排出去，然后只需静待康复。接下来他们要去平原上寻找一种叫百合草的药草。他们一路上都在挖这种稀有的药草，但非常罕见，平均1天也只能挖10个。他们需要在这里挖1个月，再将草药销售出去。格布村的村民们平时以种植大麦和玉米为生，到了秋天，他们又通过行商贸易挣钱。村里家家户户都养马，孩子们从小就会骑马，所以村子里的男人都能出去行商。王世民已经挖了一夏天的蘑菇，他正在将蘑菇进行清洗。由于出山一趟需要翻山越岭3、4天，所以他将蘑菇腌制起来，等和商队一起出去卖掉。出发前，马国图要给2头认路的老马带上铃铛，整个马队能够有序纵队行走，全都归功于2头老马。领头的母马认路，排第2的公马紧跟着头马，其他马则跟在公马后面。17位村民，50匹马，排成一队离开村庄。村里年长的女人们会为出门在外的商队祈福，祈祷他们顺利平安返回。这条名叫坠王山谷的路是最危险的，一条小路仅允许1人通过，稍有不慎便可能跌落悬崖。在陡峭的下坡路段，1匹马身上的货物掉落下来，朝着山下的马匹砸去。村民们连忙追赶，
好在没有砸到马，否则马匹可能会受惊，引起连环灾祸，导致人马受伤。这一路有许多未知潜藏的危险，他们必须时刻警惕。晚上在营地上，经验丰富的马国图给年轻的队员传授经验，尽量让他们减少失误。第二天，商队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最困难的一段路，他们要在1天之内从海拔2000米攀升到海拔5000米。马儿们喘着粗气，一路上要停下来休息近20次。到了地势平缓路段，他们发现有一匹马生病了，症状表现为中毒。虽然戴着嘴套，但这匹马还是不小心吃了毒草。领头人马国图紧急进行治疗，保住了这匹马的性命，但他接下来无法再驮重物。5天后，他们抵达了梅里山，在一处海拔4000多米高的平原，气温骤降至0摄氏度以下。村民们在原地搭起帐篷露营。原本他们可以将蘑菇在附近的村子出售，但他们宁愿带到云南去卖。早上从防雨布中醒来，放马装货后，他们又要启程了。在翻越一处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时，他们会一起祈福，祈祷村民马匹平安，卖掉所有的蘑菇。在马铃声中，商队浩浩荡荡地翻越山口，继续出发。离家1星期后，穿越山谷，翻过高山，他们终于踏上了公路。此时也能看到货车的踪影。最终，他们抵达了云南德钦县。村民们开始卸货交易，马匹开始在地上打滚，蹭掉背上的汗水。1斤蘑菇45元，总计3500斤，卖了157500元。17个人平均一个人能分到9200多。这趟危险的长途旅程让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现在他们又要原路返回了。今年商队的任务也结束了，等到1年后的这个时间，他们还会来。但时过境迁，以往他们走的路，此时正在进行山体爆破。村民们脸上露出了茫然的表情，是对马帮商队未来命运的感慨，也是对未知生活的期待。或许这延续数千年的宝贵遗产，以后就只能从记忆中去追溯了。